自古以来，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互相依靠生存。人类、动物以及大自然的每一个元素都紧紧交织在一起。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迁的世界里，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和决策。当我们面临每个人生的不同阶段，工作、求学、结婚、生子、搬家，宠物们成了我们的忠实伴侣，陪伴着我们踏上新的旅程。这10几年来，无数的宠物饲主在回到台湾的路上的时候，面对着一道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和金钱，但是却难以如愿以偿。更令人感到心痛的是，在此刻每分每秒都有着无辜的宠物被困在隔离室当中，奋力地为生存而挣扎。这样的现实让人心碎。我们真的不能再袖手旁观了。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宠物已经不再仅仅是所谓的动物，而是家人。狗狗、猫猫的情感连结跟我们是十分的紧密，它们需要持续的陪伴，否则可能会导致更多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7天的隔离是绝对不必要的，可能会导致更多生命的悲剧。我们所诉求的不是一个特权，而是代表所有关心宠物福祉的人。我们的诉求，最终的诉求就是保护无辜的生命。依据许多医学文献证明，正确的狂犬病疫苗接种和血清证明确实能够极大的降低狗狗感染狂犬病的风险，接近0。所有海外回来的狗狗、猫猫们都要准备附有宠物晶片号码的狂犬病疫苗注射，并由兽医师核发，以及血检报告文件，才能进入台湾。目前在台湾的隔离检疫场所有3间，一个是桃园观音隔离所，第二个是台中中兴大学兽医院附设兽医教学医院，第三个是屏东科技大学附设兽医教学医院。可是不人道的事实是，隔离房间墙面是冰冷不锈钢的金属面构成，那是无法取代主人的温暖的陪伴。而隔离室的窗户设置于隔离房间的上方，这样的高处设计也使得宠物无法靠近窗边，无法感受到外界的气息和自然的风光。而将狗猫整整隔离7天，无疑是对于它们极度残忍的折磨。而我们大家都知道，宠物不是冰冷冷的机器，它们是生命，是24小时不停变化的生命。在整整7日的隔离时光中，饲主只被允许探视1次，仅仅1到2个小时，这实在是一种极度残忍的限制。许多饲主在探视的时候，不胜唏嘘地发现自己的宠物们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它们的体重下降，身体出现不适，皮肤开始发炎，笑容不在，面容充满焦虑和恐惧。这种无助感和心痛感揪心刺痛，难以形容。2021年的8月，一只来自香港的狗狗在隔离期间失去了生命，它的主人到今天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而在2023年的3月，又有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在发生。一只狗狗在送往桃园机场检疫所的途中，因为隔离车上的疏失，忽略了车上的高温，最终这只狗狗在车上热衰竭而死亡。Google 的评论中仍然有许多关于宠物因为隔离生病甚至死亡的案例，
还有一些是来自国外的人士，他们的宠物在隔离所内死亡，或是在隔离所离开之后，身体发现各种的伤病。他们不会中文，无法求助，只能默默地承受，利用 Google 的评论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愤怒以及悲伤。在对比台湾目前宠物入境隔离政策，我们不禁感到遗憾跟疑惑。我们向邻近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泰国、港澳等地的宠物入境隔离政策，采取了更加人性化的方式，不仅免去了隔离，甚至提供了居家隔离的选择。在新加坡，透过了科技，以更好的监测方式来控制动物传播疾病的新威胁。我们应该从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当中，重新检视台湾宠物的入境隔离政策，让我们的宠物不再因为隔离而受苦，让饲主们不再经历更多的心碎以及心痛的隔离炼狱。我们的核心诉求：全面取消隔离，或是全面改为居家隔离。